Hello， 大家好，4月20号，狗狗币能不能够涨一波呢？好，那就在今天，是狗狗币社群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啊。那当然还有一天是这个6月9号，那背后的这个含义呢，大家就可以自己 Google 就好了。好，那要知道今年的4月20能不能涨其实我们可以用一招来判断，就是回顾过往的4月20号呢，狗狗币的表现是如何呢？好，那我们打开，其实已经帮大家测试好了，我们就从去年的2023年这个地方是跌了 4.58%，当天是跌了 4.58%，那再回顾前年呢？也是跌啦，也跌了 1.26%。那再回顾再前一年就是2021年，我们说狗狗币最疯狂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涨呢？会不会涨呢？也是跌了差不多 22% 了。那其实再往前狗狗币的热度呢就没有这个之后来的这么强了。那你可以发现这3天这3轮把它综合起来，它的跌幅是负 9% 的。所以如果我们要以这样子的规律在今天去开这个单子的话，概率优势好像呢是比较尴尬一点的。那虽然如此大家也不要灰心毕竟呢我们这个真正交易者成熟的交易者是不看这个消息面所以我们打开这个盘面图我们细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趋势形态表现的如何啦。那其实呢这个地方我们说整个周线级别的大底突破以后它是走这样子左肩右圆的一个调整形态，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了一个这种周线级别的突破，那突破，并且呢这个前几周也做了一次这种回踩的动作，那踩到的位置也是差不多前期的这个颈线位，那关键的是它的这个日线级别，它前面创出的这个周线级别回踩的低点，它是没有再破的，所以整体的趋势呢，我们把它定义是一个周线级别的突破跟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回踩，那只要它踩的地方，踩的前面的这种关键位放量收回去的这种位置，能够守住，那整体的这个趋势周线级别就还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底高高的一个上升形态，那在一些关键点位，那可能打好底部形态了，再往上顶其实都还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上升趋势啦。那再来看看整体的这个量价结构表现，你会发现整个这个周线级别的大底慢慢在这里盘，它的整个形态呢，它对比前面的我们所说的这种下来的这种中继形态，当时在这边是打了一轮中继形态再下破的嘛。那其实呢用这样子的形态慢慢磨慢慢蹭去把前面的这个压力位慢慢磨它一发子打过去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打到一定的关键位一定还要再回来休息的它现在呢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用这种通道式的上涨，关键点低点越抬越高，高点越抬越高的这种上升趋势，把前面的压力位慢慢聚过去所以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之后要去挑战一下这个位置，也就是前期的这个地方，至少是这种三角区的这种中轴，应该还是非常大概率的事情那好吗？那4月20号能不能涨，或者是说之后的这个6月9号能不能涨其实大家呢真的我们去回顾一下历史，你就会发现很难操作真的很难操作。那我们唯一能操作的就是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趋势形态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上手点，我们在一些低位去测量一下你的这个风险跟盈亏比够不够，那其实就没有问题啦。好，那其实狗狗币呢也跟大家讲了很多次很多轮了，那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说它强其实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你跟人家比你现在走的比别人好，比其他的市场上的品种还要猛那你无疑就是现在整个趋势形态，整个庄家愿意去花钱拖住的嘛，至少我们说它中长期来看庄家是没有放弃的。那你跟谁来比你就可以跟这个 ADA 来比你会发现 ADA 呢一样是这种周线级别的大底周线级别突破回踩再突破看起来很强势我们当初呢也以为这里会走一样像狗狗币一样这种通道式的上涨，但没有它最后呢是把前期的这个地方回踩周线级别颈部位的这个位置它是把它跌破的那这样子的币种呢相比之下就没有狗币来的这么样的强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的它整个这个周线级别的底部形态也打的是比较完满的那它是用这样子快速插针的方式去测试了一下整个这个底部区域。那虽然它把这个短线的这个底部位把它跌破了，但是其实整个中长期整个结构还是没有走坏的那只是说可能日线来看它整个这个头部位破位以后确实需要在一些关键的位置可能这里破了有人止损了它在这里去做重新在这里盘一个这种吸筹的底部形态，然后呢盘好了再往上顶其实就可以了。但是你相比刚刚狗狗币来看它就会走的会再晚一些它必须要重新组织破了新低以后重新组织吸完筹了才有机会把整个这个头部位再把它逆转掉然后呢至少先破了前高之后再去讨论可以达到多高啦那 ADA 是这样子的一个判断方法那其实目前大家也就不要太急，我们慢慢等它一个比较确定性的这种右侧性的买点比如说盘到这个地方突破了以后我们再去追涨那其实这个地方的价位都还是很不错的，并且它的安全性跟确定性也是比较高的好吗？那还有一种币种是要跟大家提到，就是庄家呢明显不拖了不延了它干嘛呢？它新低继续破了也就是说整个地方打出一个高点以后，自此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低点
完全都守不住，完全是低点越来越低，然后呢高点也越来越低的这么一种形态啦。那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就有别于刚刚的 ADA 或者是狗狗币比较强势的币种，你可以看到它的下跌趋势都还没有被摆脱，它的整个的这个地方都还是在一定的这种下降的趋势之下的。那我们说前面的这个部分趁着行情好的时候顶上去了，但顶上去重点是这个低点没有守住。那至少我们说低点要怎么找，怎么样去找变盘点。首先你的第一个这个地方沉底了以后怎么样打上去，怎么样回撤不破前低，然后再考虑这个地方有没有放量突破，去突破这个整个下降的趋势，才能说我们有一些这种多头趋势比较好的一个买点跟起点。因为至少要走出这种比较好的这种多头趋势，我们才有机会去上手。那如果说是像这样子一直破新低的票，你以为你买到的是左侧的最低点，但是它就可以怎么样再上去再下来又把你跌破了。那这个并非我们牛市想要乐见可以操作的一些比较好的币种啦。那像这样子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操作的也可以，我们去等它慢慢的往这个趋势线去靠的这个时候啦，那可能突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这种短进短出的这个突破单，因为它要走好了一定也要经历过这种突破回踩不破新低再突破的这种走法。那其实这样子的走法我们在这种狗狗币的这样子的一轮的这种突破的行情其实也就早就已经经历过了，已经突破，现在看起来是已经回踩在关键位上。那 ADA 呢是回踩的稍微深了一点，并且也把前面的这个地方回踩点踩破了，那就必须要重新组织了。所以这3种票目前这个市场上的一些趋势形态它走的有快有慢，那如何去操作呢？并且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买看你应该用多少份额的仓位呢？其实这么一说大家也应该都明了了，好吗？那总之最后总结一下，4月20号会不会有行情？其实就跟什么问题一样，其实就跟比特币减半的时候会不会有行情是差不多的问题。但是从历史来看确实狗狗币下跌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必须回归盘面，放大格局，不要着眼在这么一天，因为我们相信接下来狗狗币还有它的旅程要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耐心的等待就好了。那我相信狗狗币作为让人家带来快乐的这么一个属性，还是在币圈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的，好吗？那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帮我按赞跟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影片下方也有交易所的连结，现在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你只要直押500U，它3天就会送你27U，那再搭配入金100U 的注册连结，总共送你57U。那这个福利就提供给大家喽。那公道看盘面，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拜拜。开封有国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